郑丽文这样的人既缺少历史知识，也缺少现实知识，既不懂美国，也不懂中国呢，就是非常的无知。如果中共犯台，美国帮台湾，那相当于是世界大战；如果中共犯台，日本帮台湾，那相当于是赤壁大战。孙刘联军打败曹操，海峡天险比长江天险强多了。那如果是台湾独自面对中共是什么呢？那就像以色列、乌克兰一样，独自为战。但是唯一有个区别啊，天时地利人和里面，台湾就是人和不如以色列和乌克兰。那台湾的人口呢，相对于北朝鲜的人口2300多万，那这个北朝鲜靠核武器就把世界给吓住了，把大国吓住了。以色列人口现在是900多万，少于台湾。乌克兰人口4000多万，多于台湾。以色列的天时地利都不如台湾。台湾这个岛国是独一无二的地利，坚壁清野，易守难攻。但是以色列周围都是沙漠和阿拉伯国家团团包围，乌克兰就直接在俄罗斯的这个铁蹄下，他把那个克里米亚一战就封了黑海的出口，那地理多坏啊！但是人家以色列、乌克兰奋起抗争，只要内部一心奋起抗争，他就可以取胜。以色列一个国家对付几十个国家，那个乌克兰对付大国。但是你如果能争气之后啊，周围的国家就支持你啊，美国支持以色列啊，欧洲国家支持这个乌克兰啊，美国也支持啊，因为你有骨气啊，你有尊严啊，你在奋斗啊。就像那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了一句话，原来普京以为72小时占领基辅，认为那个演员出身的泽连斯基落跑，乌克兰军队投降了事。结果那个拜登总统给泽连斯基说什么？说给你提供车可以转移。泽连斯基说：“我不要车，我不要走，我要武器，我要弹药，战斗。”所以乌克兰了不起啊！他们的总统、前总统，还有那个演员、球星、篮球星、体重运动员全部上阵，跟那个俄罗斯拼了。你看现在打得多好，越战越勇。从一个军事小国，川普都承认他是欧洲最强军事国家。现在说欧洲最强国家是乌克兰，所以现在乌克兰把倒过来打俄罗斯。所以台湾你天时地利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台湾有一个弱项，人和不如以色列，不如乌克兰。为什么呢？人口就内部团结嘛，团结一心，枪口一致朝外。那如果你内部分成一半一半，在内部打那个内讧，还有一派要投共，要这个开门易道，要那个开城门，要引狼入室，外力就爱莫能助啊，友邦爱莫能助啊。对，所以说我说台湾的真正的内奸很厉害啊，是以色列的1000倍，乌克兰的100倍。乌克兰有那个俄罗斯东部那个是有内奸，但是台湾的内奸是他们的100倍、1000倍，这是台湾最大的隐患。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台湾一定要形成自己的主流派，台派、独派，这个中间选民、蓝白营中的反共人士要组成多数派、主流派，牢牢占据台湾的主流，在选举中也好，在执政中也好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人和问题能够解决，台湾没有问题，没有外部的问题。面对压力之下，要团结一致，其实很难啊，而且要有个过程。是。比方我们现在知道说，这个乌克兰好像是2022年2月才打起来的，其实不是。其实在这个2014年，俄国把这个克里米亚把它占据以后，就开打了。其实2013年呢，本来当时乌克兰那个总统啊很亲俄的，后来被赶走了嘛。纪录片就讲这个 Winter on Fire 啊。就是讲那个2013年呢，大家这个在那个广场上抗议乌克兰的颜色革命，那时候苏联就这个进军克里米亚，它是突袭手段，对，突袭手段，人家是内部的民主化的问题，他用一个外力的入侵来解决别人的国家的问题，粗暴干涉乌克兰内政。从2014年到2022年啊，有8年的时间，欧盟训练了很多乌克兰的特种部队，所以后来。等22年打起来的时候，乌克兰它有相当抵抗力，中学生搞一些无人机啊，大放异彩。这乌克兰现在变成一个无人机的一个生产王国啊，产量和技术都是一流的。所以台湾现在内部在很多方面啊，要加强大家的共识了，论述很重要。对，我就要问我们这个台湾同胞。你好好的飞鸟不做，你要会做爬虫吗？你要让人家那个全世界瞧不起，而且他们瞧不起这个中国是很有理由的，没出息不长进，为了他那个专制集权利益啊。共产党其实国民党一样，过去是党国体制，党在国上，一些为了党，国是他的工具，老百姓他的韭菜，党国跟民啊，它是一个阶级的。我们这个台湾从1996年呢直选总统，真正的变成国在党上了，
党国体制是非常落伍的啊，就是帮派统治，公民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。可是你在共产党，你看七常委的国家领导人高高在上，老百姓你去上访被抓起来，还有什么要跪在地上拦路喊冤，古代那种拦轿喊冤，这爬虫社会还在上演。所以我常讲，美国国歌最后2句叫做“自由之地，勇者之乡 ，The land of the free, the home of the brave”。自由不是免费的，就是说勇敢捍卫的。对，我在台湾各地旅游，我就发现一个心里有感慨啊，感慨这么3点。我说第一点，我说要是没有共产党，台湾人民过得非常好，人家创造自己的生活繁荣富足，天堂。对。第二，我说要是没有共产党在外面封锁台湾的国际空间，那台湾可以成为地表上最好的国家。没错。第3点，我说如果中共这样去拿下台湾，那就是真是制造人间地狱，是黑暗世界、中世纪，就跟那个塔利班在阿富汗卷土重来一样，那是非常可怕的景象。香港我们也看到了，香港这个2019年之后反送中的这个以后，通过国安法，香港当然我们都不能去了啊。我去那边逮起来了，我有一些香港朋友啊，来台北都跟我讲说，啊，飞机落地台北啊，突然觉得好轻松。我说对，自由安全的土地。对，我1988年第一次去中共啊，1988年那时候还蛮自由的，当然自由到某个程度，后来1989年啊，像你们那个民运起来啊，搞得很肃杀。可1988年，我想你记得很自由的。是，中国我们把它称为80年代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对，相对而言。那我那时候我都很吃惊，我说怎么现在这个这么自由？可是即使这样子啊，从这个深圳啊过香港，一过香港就觉得莫名的轻松。那就是说，即使88年内部很自由啊，还是有压力，不是民主的社会啊。它毕竟是党国一党专政，对。我想香港变成这样子，很遗憾的。所以你要将来如果是台湾被他搞了以后啊，爬虫横行，那就是真的难以想象，难以想象。是像那个曾丽文说那种话，我幼稚到什么程度啊？他说：“哦，台湾不会变成香港，因为台湾也不是香港。”这个话听起来幼稚到什么程度呢？那就是好像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打遍的时候，那广州人可以说，广州不会变成上海，广州也不是上海。就那句话呢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这就是这样。我发觉什么？你跟中共搞久了，你就失了逻辑性。香港丧失的不只是自由，现在香港连经济都丧失了。香港曾经是亚洲4小龙啊，是这个非常璀璨的一个东方之珠啊。那现在看到香港的经济怎么样？一落千丈啊！因为它的官商勾结、权钱交易全进去了。那个红筹股也好，不只是半壁河山染红，房地产1半以上，大半都是那些权贵资本家在搞，在内陆的。还有一点，香港丧失的不只是这个经济，还丧失了文艺。我们以前看到香港的电影，香港的艺术啊，这个演唱啊，那是多么的鼎盛啊，多么的辉煌。现在一去不复返了。共产党到了香港之后，它实际上百业凋零了。那所有的行业都衰败了，所以香港这个教训就摆在这里。香港人有句名言说：“我们只能示范一次。”曾丽文就在告诉大家，这台湾不会变香港，台湾不是香港。散布这种有点好像他比当年的李宗仁还聪明吗？还是比蒋介石更聪明吗？而且他讲了，他还推崇什么孙文？其实孙文，你刚才提了一个党国机制啊，孙文就是党国机制的始作俑者。孙中山在这个广州，他不是国民党党父，他也不是共产党党父，他当了2党继父。因为共产党的党父呢是陈独秀，被共产党开除后来，国民党的党父是宋教仁，在北方建立的国民党取得了国会大选的胜利，第1大党抵定。宋教仁被最大的嫌疑是被孙中山所暗杀，因为孙中山被排挤了，孙中山不服气，要搞乱中国。本来如果是不是孙中山那么一搞2次革命啊，袁世凯选出的大总统和这个国民党选出的第1大党，宋教仁跟袁世凯的友好的合作关系啊，中国是可以抵定为亚洲稳定的民主国共和国。但孙中山为了个人的野心呢，最后就在引进苏联，引狼入室啊，引狼入室，这黄埔军校，黄埔军校搞的是把国共搞在一起，党在先，国在后，俄国的教官是资金，最重要的俄国的党国政治形态，他的顾问都是苏联的顾问，对，就培养一批党国的军阀，国民党的高官，这个共产党的高官，他们都是校友啊。那孙中山的问题就是说，他不懂得民主。你看，像这个1920年代，陈炯明，广东陈炯明说要粤人治粤，连毛泽东啊都说他反对中央集权，
主张建立湖南共和国。是毛泽东啊，毛泽东的原话说要把中国分成27块，湖南要独立，广东要独立，各省都要独立。民主政治啊，第一个是尊重个人人权开始，因为尊重个人人权呢，它就走向地方自治，由地方自治，好像我们堆那个积木一样，由地方自治慢慢往上堆出来一个这个民主国家。可是孙中山呢不同意，他武力统一。你武力统一啊，就是不尊重人家人权，不尊重别人自治权，他是反民主的。所以孙中山武力统一是反民主的先锋，造成一些党国军阀在中国翻云覆雨啊，搞了100年。现在呢，这个台湾幸亏没有被搞到这个中国这个爬虫社会里面去，因为美国看着，蒋介石来到台湾搞了38年戒严，还是美国看着啊，所以还有变民主的机会，所以台湾算是有运气了。幸运之岛。对，希望台湾这个运气能慢慢的传回福建，传回广东。中共说我主张台湾独立，我不是，我说我主张啊，台湾主权在民，住民自决啊，台湾人是台湾的主人。我也主张山东是山东人应该自治的地方，广东人是广东的主人，上海人应该独立啊。我主张是这样子，反对的对象就是共产党。其实我受些很多中国古董啊，我熟读中国历史，我对中国文化我是很喜欢的。你对中国文化和古董了解比习近平他们强1000倍100倍，他们完全是可是我必须文盲讲，我必须他们是讲，文盲。中国这个文化里面啊，欠缺文明的素养。什么叫文明素养？从近代来讲，文明素养主要是2个，一个是民主，一个是科学。科学怎么来？科学讲究你求真啊，求知识啊。但你要有民主的自由，人身的保护，保护你的这个言论、你的思想、你的出版自由，你才可能有科学。你只要逼着大家这个听假话、讲假话，把真相、真理当成敌人，你不能有科学。所以中国来讲，它这个从科学民主这个层次来看，如果把这个当成文明的指标啊，中国这方面是考的成绩很差的。文化有没有？有，各民族都带来不同的生活的这个习惯，比方说我们吃饭呐，这个满汉全席啊，这是文化。可是民主科学没有。有文化没文明。文明对。这个点就是我们必须要让大家了解的。我是不反中的啊，我也是不反中国人，可是我反对共产党啊，因为共产党它是个爬虫。而且他们呢还有一点呢，中共领导人把他们的家属子女送到海外，包括习近平家族，什么意思呢？他们都不要做中国人，但他要留在那里中国人做中国人，还要把台湾人变成中国人，他自己不干，自己跑。对，他要统治你，剥削你，压榨你。把压榨的这个贪污的钱呢，送去养他的子女，做高级的飞鸟，所以这是中共是最可怕的。所以说我这香港的悲剧啊，还有中国人的悲剧啊，真的是足以为台湾人所戒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很感谢陈伯宏先生啊，帮我们做了很多这个深入的分析。谢谢。在这个中共这个爬虫的魔爪，是可能随时伸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也要互相尊重，互相尊重，互相鼓励。不过我们也不能够畏惧，对，退缩。西方的理论来讲，中共派人去攻打像108民夫这种行为是懦弱行为。为什么呢？当然是懦弱。你拿不下台湾，你恐吓台湾，派出流氓小混混去搞这个拳打脚踢，他是搞心理战嘛，心理恐吓，这是懦弱的表现。就是说，你要小心啊，我是流氓。这到底是恐吓了谁？到底是侮辱了谁？对，直接宣告他的丑恶面目，一点不加掩饰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曹董，谢谢各位观众听众。